所以8号呢，周恩来和林彪就坐飞机走了。10号到了这个黑海，从莫斯科转机到黑海。这个时候呢，现在没有这个会谈记录，但是回忆录有很多，像施哲的回忆录啊，这个还有一些康一民啊，就是当时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有一些回忆录啊，可以反映大体上这个谈的过程啊。这个总而言之是非常的艰难啊，因为周恩来呢去讲了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第一，中国的武器装备不行，你苏联必须得提供武器装备。第二，说我们出陆军，你们出空军，必须配合作用。那么第一点呢，斯大林满口答应说没问题，你要什么给什么啊，你要多少给多少。但是第二个问题，说这个空军呢不比陆军，空军准备起来非常麻烦。说这么着，你们先去打啊，2个月到2个半月以后，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空军自然会出动。这周恩来一琢磨，这什么意思啊？会让我们打了，你们又不去了，不还是中国孤军奋战吗？说那不行啊，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中国也很难出兵。这样双方讨论来讨论去，讨论来讨论去，斯大林坚持的就是你要打你们先打啊。那最后周恩来也不让步，要打咱们一块打。最后斯大林那就算了，他说你们也不出兵，我们也不出兵了。说那金日成怎么办？林彪出个主意，让他上山打游击。从最后11号这个联名电报，就是斯大林跟周恩来给毛泽东打一个联名电报，这个电报现在公布了。从这个电报看呢，最后决定的是中国苏联都不出兵，放弃朝鲜让金日成呢到沈阳建个流亡政府就算了老弱病残呢这个退到苏联远东地区怎么样，然后残余部队呢到中国吉林进行培训呢整训，大概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结果毛是12号中午接到这个电报，当场就回电同意，说不出就算了。下午毛又发了个电报，就现在看的这个档案，俄国档案又发了个电报，说他想了想呢，也只能这样啊，说那我已经通知这个东北边防军呢放弃进入朝鲜的这个计划。13号毛召开了一次紧急的这个会议啊，彭德怀这会儿已经到了这个安东的渡口啊，那指挥准备要过江了直升飞机就扔到沈阳，从沈阳坐飞机让他到北京，毛召开政治局核会议，到底打不打？这个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会议的记录，到底是他们怎么争论，怎么这个考虑这个问题的不大清楚啊。但是结果是清楚的，因为会议完了以后13号毛泽东就立刻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给周恩来打了个电报。给这个周恩来打电报就讲这个在毛文稿上都登出来，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电报，就是讲这个政治局讨论的最后结果认为还是出兵有利，什么对社会主义阵营啊，对国际无产阶级什么，对东方对革命，总而言之都是有好处。这个时候呢，其实斯大林呢已经放弃了啊。他为什么坚持不出空？因为原来出空军是苏联主动讲的啊，是他鼓动中国出这个陆军，然后他说他出空军，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10月1号，这个联合国部队呢就越过了38线，这开始是韩国部队，后来10月7号，美国军队也过了38线了。美国军队过了38线以后呢，美国采取了一个试探性的军事措施，他就派2架飞机呢攻击了苏联在远东境内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个完了以后，想想看看苏联到底有什么反应。这个斯大林当时这个非常紧张，就没有做任何反应。因为在此之前呢，他们已经有几个，因为现在看那个俄国档案，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概有个十来次，就是苏联飞机越境啊，或者在黄海地区，因为黄海当时这个是旅顺基地，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嘛，发生过就是击落苏联轰炸机的这种事件都发生过，但苏联呢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么这一次呢，苏联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他只是递了一个抗议书到这个美国大使馆，美国不接，连门都不开，说今天我们这没人。这苏联也是窝囊，说那没人，那算了，我给你放传达室吧，把这抗议书就放传达室了。人家第二天从传达室给退回去了，根本连抗议书都没接，就这样，斯大林都没敢有任何举。所以在这个美国军队跨过38线对苏联进行试探的这个关键的时刻，来讨论苏联出动空军的事儿，你想斯大林他能答应？那么周恩来走了以后，斯大林就给金日成发了个电报，说本来中国领导人呢是同意出兵的，说是愿意包着你们，现在情势非常危机，他们又变卦了，说这个我也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能就是请你赶快组织撤退，你到沈阳凑合先建个临时政府吧。那么他电报刚发出去，就接到毛泽东又要派兵出兵的电报，所以他跟着又给金日成发了个电报，说那个昨天发那电报刚才发那电报作废说现在中国已经决定出兵了，你再坚持几天，大部队就到了。毛呢其实呢又跟着给这个周恩来发了个电报，说你还是再找一趟。因为他心里不放心，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苏联说给武器装备，怎么个给法？他不能让我买我现在没钱说你跟他讲能不能贷款，作为贷款，说打完仗咱慢慢还他。第二，他说2个月到2个半月有什么保证？这个不能拿话框了说你得让苏联做出保证，一定要在2个月到2个半月以后出动。说咱们现在可以先出动，大不了就是先跟韩国人打，咱们先不跟美国人打吧，先不采取那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先找个地儿什么安扎下来，等待这个武器装备到，苏联空军到，然后咱们再发动进攻了。结果因为这个时候呢，周恩来已经回到莫斯科了，他就找了这个莫洛托夫，把这个情况跟莫洛托夫讲了。第二天15号，莫洛托夫回话说，斯大林同志说了，这个提供给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可以作为贷款，这个没问题，甚至我们可以算半价只要战争发动这个以后，我们给你提供的武器装备都按半价算，没问题。说但是这个空军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会过鸭绿江。这周恩来一听大惊失色，说你不过鸭绿江，你算出动吗？我们是在朝鲜打仗立刻打了个电报给毛，说情况又发生变化了，说这2个月以后苏联空军也不会来，他说出动说就在这个东北转悠转悠。这毛一看也急了，这不等于还是
不出动嘛，还是这个中国孤军作战嘛，所以又给这个彭德怀打了个电报，说这个出动的这个命令暂时停止执行，你赶快到北京来。这会儿42军的先遣团已经过江了，因为他必须有先头部队嘛，17号已经过江了，所以彭德怀赶忙又回到北京，18号周恩来也赶回来再商量，那么商量的结果呢，还是要出。但他们怎么讨论的也不大清楚，现在这个档案都没有解密，只是这个会议以后有电报给这个13兵团，就是照原计划出动19号。所以彭德怀回到部队以后，就安排10月19号晚上7点，从这个吉安和安东2个渡口，这个13兵团就大部队就过江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生了这个起伏很大的变化，就从10月1号到10月19号，这个部队出动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当时苏联和中国的这个对朝鲜的这个政策呢，发生了一个逆向的变化因为开始就是苏联很积极，一直鼓的金日成打呀弄这，等这美国一参战，苏联就往回撤这也不管那也不管。这个毛呢开始是很不积极，他不希望你打，他想着自己先打，我把台湾解放了，完了我再去帮助你行吗？就是他对整个亚洲的格局有一个他的估计和安排，所以他开始很不高兴。但是这个战争已经打起来，特别是美国人的做法，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因素呢？就是美国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个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刺激。因为1月5号上次我讲过，这个美国已经讲了，说你这个台湾那不在美国的防御线范围之内那么现在突然发生了这种变化，又说台湾地位未定，这个是毛不能接受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个美国参战以后呢，其实他反而非常积极。从军事上讲，我想他主要是考虑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因为这个金日成的这个阻拦，中国没有在这个最适合出兵的时候出兵，所以这个中国出兵以后，跟这个麦克阿瑟第1战役和第2战役都是一场遭遇战。因为他原本想到这个朝鲜蜂窝地带，就是比较狭窄的就布置这个防守，但是没想到美军呢已经大踏步前进。因为当时麦克阿瑟想的是他感恩节要回家了，这个战争就结束了，他只要打到鸭绿江边上，这个朝鲜政府也都完蛋了，就完了。所以他这个部队呢就急速的前进，这样子呢中国军队跟美国军队就擦肩而过。发现原来这个美国军队已经过去了，所以特别是第1战役主要是个遭遇战。这美国人呢从来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多部队，所以一打就打乱了。打乱了以后，志愿军就一下就又不见了，全藏到山里头了。这个麦克阿瑟因为当时这个美国越过38线的时候，美军有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苏联和中国会不会出兵。如果美国军队越过38线，所以当时中央情报局也好，美国国防部也好，他们都估计不可能，就中国不会出兵。10月15号，这个杜鲁门呢专程到威克岛去见这谁呀？见这个麦克阿瑟。麦克阿瑟那会儿牛因为这个
仁川登陆成功以后，整个白宫和五角大楼全部被这个麦克阿瑟的这个威信给镇住了。哎呀，说这人真不得了，说咱们全都反对，你说人家一下就成功了。说那会儿麦克阿瑟说白就是白，说黑就是黑。这个杜鲁门本着让他回来这个谈谈，说这个到底过不过3·8线，没时间没功夫。结果这总统呢要到太平洋个小岛上去见他，俩人在那谈，麦克阿瑟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中国出兵的话，他早就该出，到现在他还没出兵，这时机已经过去了。如果现在中国出兵，那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屠杀。因为美国人都等好了，所有的这个武器装备什么全面的都已经在那等着他呢，就中国部队那个装备啊，那种作战经验无法跟美国人打啊，所以杜鲁门也挺放心就回去了。嘿，没想到一个遭遇战，这中国军队打仗呢，他没章法，他不像这个美国军队啊，就是近战、夜战、穿插、包围，叮咣啷的，弄得美国人又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晚上睡觉挺好的，梆梆放几枪，又声东击西。总而言之，弄得这个美国人慌慌张张，不知道怎么回事，打懵了。这个麦克阿瑟坐着飞机就是到朝鲜去视察，就是已经下了大雪，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说哪有部队？没人呢。回去打个电报说小股流窜部队啊。这部队继续前进，好，这一前进，整个钻进彭德怀的包围圈，所以第2战役，美国人最惨，啊，打得一败涂地。所以第2战役以后呢，这美国军队、美韩军队哗就撤退了，向南撤，那志愿军呢就尾随的就追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斯大林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原来呢，他不出动空军呢，一个是对美国的这种防备心理，另外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对毛泽东不信任，那不知道这个人心里想的什么东西啊？你看那个中苏条约弄的这个斯大林这么被动啊，所以他很担心毛在这儿又给他设一圈套玩他。但是呢，19号中国部队真的就出动了，而且就单独跟美国作战，这件事儿确实使斯大林呢，对毛泽东是刮目相看。所以后来啊，在整个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看到，其实斯大林、毛泽东这2个人配合的是非常好，默契的非常好。第一件事就是苏联空军的出动。原来斯大林是这么着推3阻4，就不让部队出动。但是这个第1战役打响以后，苏联空军立刻就出动，不但立刻出动，而且立刻过了鸭绿江，不但过了鸭绿江，又不断的向南延伸。所以1950年到1951年，几乎这个空战都是苏联人打的，因为中国那会儿没空军嘛，哪来的空军啊？那个朝鲜那点飞机早就让美国就给炸没了。1952年，中国志愿军的空军部队才组成啊，所以到1951年的时候，至少到清川江以北这一带地区，美国飞机不大敢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米格19啊的机动性非常强，从性能上来讲呢，要比这个 F-86呢要强。那苏联那个美国呢，它主要又是轰炸机部队，它当时用的这个 B-25轰炸部队，所以这个损失非常大。后来他就不要在这个跟苏联空军作战了。大概前后苏联参战的部队有2万多人，26000多人啊，但是中间还有换防。
后来苏联的机场也都挪到这个鸭绿江边了。原来是苏联的机场，一个在长春，一个在沈阳，后来到了鞍山，又到了大鼓山，一直到鸭绿江边。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这个活动半径的问题。如果你快到江边，这油都没了，你还得翻回去呢。所以他就把机场呢挪到那儿。到1952年的时候，跟周恩来有个谈判，说只要中国能在朝鲜境内给我弄俩机场，说苏联空军可以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他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意图就是把这个活动半径再往南延伸。当然，这个苏联也是这个斯大林也做了这个充分的准备。当时下过命令，所有的苏联飞行员不许说俄语。上天以后，因为这个空中他都能听到的是吧？一听，哎呦，对方说俄语的不是麻烦，教了几句中文，什么朝鲜文，这不行，一打起仗来一急了，他们就冒出来了。这美国飞机一听说，哟，这怎么俄语啊？而且那会儿飞机的速度很慢，你知道吗？都能看得出来，俩飞机说呀，什么黄头发、蓝眼睛。虽然那飞机外表画的都是中国的标记，朝鲜的标记，但人是欧洲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实际上呢，美国空军呢很早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美国国防部了。后来美国国防部报告到白宫以后，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因为美国人也不想让舆论知道说苏联参战了，如果那样的话，这个仗就更难停下来了。而且美国也不想跟苏联直接这个发生冲突，所以实际上，当然别人都不知道，外人都不知道，但是美国高层是知道苏联参战这种情况，所以在空军的问题上呢，其实斯大林呢后来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应该说主要的这个空战在朝鲜战争当中都是苏联人打。只是到后期，到52年下半年以后，志愿军才上天。所以当时的空战就是以这个苏联为主力，就甚至到了52年也是这样。中国是配合做外围，主战场你们那儿打，反正我在外围守着，你冒出一个我咚咚咚给你们。它不是作为主战场的，而且他们的雷达也不一样，情报分析也不能同时得到，这是空军的情况。另外，从这个整个战略的安排上看，苏联呢也是基本上支持了中国的意见。这个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过了38线以后是否继续南进的问题。因为当时啊，就50年底的时候，不打到38线，打到38线呢，这个时候彭德怀就不想打了，不想打呢，主要是军事上的原因，因为他这个美军轰炸特别厉害，他这个后勤补给上不来，伤员下不去，你这个部队不能轮换，所以这个仗一直是这批人打，从鸭绿江一直打到38线，到了第2次战役的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子弹也没有了，这个很多部队还穿着单衣。第2次战役，这个有5万人的非战斗减员，就不是因为打仗，就是天寒地冻，冻掉胳膊冻掉腿的，5万人，你想想，所以彭德怀呢坚决要求不打，停战，说不能再进攻了，必须休整，这部队打没法打了。但是这会儿呢，这个金日成非常着急，斯大林也非常着急，说你这个现在趁势，你赶快就继续给我往南打。所以毛泽东呢给他回电说不行，从政治上考虑，你必须得过38线。彭德怀讲说过38线是可以，但是能不能守住38线我没把握。说因为现在我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后来毛泽东同意说这样，你先过去以后咱再停，这是有政治意义的。所以呢，这个12月底
这个1月初的时候，就发动了第3次战役，就志愿军就突破了38线。突破38线以后呢，因为这个美军那会儿已成惊弓之鸟啊，这边一打，开车就跑，所以3号、4号就占领了汉城了，啊，很顺利，第3次战役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彭德怀就不打了，啊，宣布马上休整。这会儿谁呀？金日成急了，啊，说你还不趁这大好时机赶快向南追呢？说你这稍微努点力，他们就进大海了。这个时候就彭德怀跟金日成发生了这个尖锐的冲突，啊，俩人这个争论的非常激烈。彭德怀甚至说，如果我的决策错了，将来你枪毙我，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在这个不能再继续往下打，因为他们俩之间吧，在此之前已经有所冲突，就是这个金日成呢，本来他想指挥这个志愿军的部队，啊，这个彭德怀是，这你有病吧你是？后来他们俩发生过争执，彭德怀说过这种话，说几十万人都让你给指挥没了，啊，你还想指挥中国军队？但他有个道理，他说你这是在朝鲜作战啊，你是在我的国家作战。后来这个事儿没法再争论，是因为斯大林有个电报给金日成说，这个中国军队自然是由中国人指挥，所以就没办法。后来为了协调，因为这个部队他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中国部队啊，他没有在外国做过战，他没有这方面经验，曾经发生过跟这个人民军的这个误会，就这边追击呢，啊，不知道那个对方是人民军，以为是那个南韩军队的，齐活一通乱打，发生过2次这个误会，所以呢，后来最后双方商量就组成了中朝联合作战指挥部，这样他才知道哪个部队在哪儿，怎么回事，你不至于打了自己人嘛，啊，那是第1次发生冲突。这第2次就是要继续南进，哎，后来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彭德怀说：“要追你自己追去，啊，你不是说这个说稍微努把力他们就掉海里了吗？那你去，我给你守后方。”就是吵得最紧张的时候，这个斯大林打了个电报来，啊，说这个彭德怀的主张是正确的，说彭德怀是有经验的军事家，说你们朝鲜人都应该听他的，把苏联大使也给骂了，因为苏联大使这会儿已经换人了，因为那个史蒂科夫这个老是误传情报啊什么，被这个斯大林一顿痛斥给换了拉佐瓦耶夫。这个拉佐瓦耶夫呢也是支持金日成，说哪里有这个打了胜仗的部队不乘胜追击的道理啊？这不你给敌人这个喘息之机吗？这彭德怀说，这不是喘息的不是他们，是我呀，哎，所以最后这个矛盾又上交莫斯科，还是斯大林后来打了个电报，这么着金日成就作罢就算了。但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朝鲜战争啊，这个中苏都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就是这个时候不仅是应该停止战争，停止追击，是应该停止战争。而这一点上啊，我认为毛是犯了一个唯一的战略性的错误，在朝鲜战争期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战争爆发以后，整个国际舆论呢都要求停战啊，因为谁也不想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的所有的人的看法都是认为朝鲜战争就是一个火星啊，它要继续发展的话，就可能点燃世界大战的
火焰。而这个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所以当时包括英国、法国都是要求停战。从这个志愿军出兵以后，这个停战的呼声就更高了，特别在联合国这个讲坛上，他纷纷要求这个停战。美国参战又带了10几个国家，然后中国再参战，如果后边跟着苏联再进来，那就真成世界大战了。所以呼吁这个停战。而且随着志愿军的这个南下，这个条件停战的条件越来越有利于中国。那么到了1月13号的时候，最后印度等13个国家提交一个提案，什么提案呢？就是只要中国能够同意这个停火，包括台湾的这个问题，因为台湾另外呢就是联合国也没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因为当时还是在国民党的这个代表团还在。然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联合国开会讨论。原来这些问题都不能作为议题提到联合国的，因为美国在那阻拦嘛，等等，提了大概5条。但其实那会儿的美国人其实不想听，因为你想，他美国人哪受过这个侮辱从来没有败得这么惨，咽不下这口气，但是呢，他又不好这个说我还要非要打，对吧？他又非要打，那一个在联合国，在整个国际舆论面前就失去了这个信誉吧。所以联合国提案，但联合国提案呢，必须得先让美国通过，否则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美国不同意，一票否决苏联这会已经退出安理会了那么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呢，就把这个提案就交给美国了。这个就让杜鲁门非常为难。你说他要同意吧，这届政府肯定垮台。说你们弄一场什么战争？说美国人还没吃过这亏呢。他要不同意，他也得垮台。他就得罪法国、英国所有联合国成员，你这对美国的形象很不好，也是你杜鲁门你们这届政府干的事儿。所以他真的左右为难，说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埃及信给他出一个主意，说这件事上咱们只能赌一把，说你就同意，我赌中国不同意。如果是那样，那所有屎盆子全扣到中国头上去。你看咱们是要求和平的嘛，我想跟你和谈，你不谈呢，所以咱们还可以接着打，但是呢，咱还不担这罪名。杜鲁门一想，这主意好于是美国就同意了。联合国秘书长把这方案交给中国以后，果然15号周恩来发表声明拒绝。这个美国人高兴，说可算赌赢了，跟着联合国就开会，确定中国是侵略者。因为全世界都要和平就你不接受和谈吗？然后跟着就更换了这个总司令。因为麦克阿瑟呢是有点这个脸下不来这场仗输的他也是实在是窝囊，所以他就坚决要求呢要打击中国本土，要派飞机轰炸青岛、天津、北京，把战争引向中国。我看他还这个在朝鲜跟我这折腾，因为美国空军力量非常强大，所以美国但是国防部杜鲁门都不干，因为他们总的目标是不想把这个战争扩大。麦克阿瑟的气得不行，他又没招，就这朝鲜整个那么点一个狭小地带，这志愿军又逮也逮不着弄得他窝窝囊囊的，他就想把这个战争扩大到中国，这样子，他就跟白宫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后来杜鲁门就把他撤了，就换了谁了？换了这个李奇微。那么李奇微这个人呢，很有心计他到前线一视察一看，
说实际上美军没什么损失，他只是士气低落。为什么？因为这美国人从来没遇见过这种军队，这打仗不正经打啊，一会儿偷袭，一会儿这个跑屁股后叮叮咣啷给折腾。但是呢，美国人并没有损失，因为他完全是机械化部队啊，你那个包围人家坦克哗一圈，你这也打不进去，你没什么重武器。开始的时候嘛，志愿军，哎，当人想撤的时候，一摁电钮，啪，这车就开走了。你得后边追呀，人1个小时100公里出去了，你这跑1天，刚追到那儿，一摁电钮，又走了。所以弄得中国部队是疲惫不堪，而美国呢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他这个李奇微呢就决定发动反击啊。那么正在这会儿，这个联合国提案被中国拒绝，美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口实。而这个时候呢，彭德怀跟这个谁金日成刚争论完，说好不容易达成可以休整的这个统一的意见，还没3天呢，美国人发动进攻了，这就是第4次战役。所以第4次战役一发动，一下志愿军是大溃败不成军呢，连夜就往回撤，所以一仗就又打回3八线去了。所以第4次战役的时候，中国损失特别大，前头3次战役都没有死那么多人啊，被包围的、被俘虏的，大部分都是第4次、第5次战役啊。1951年1月初，中国这个决定呢，当然这背后有苏联跟这个朝鲜的领导人的共同的意见，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啊。无论从政治上、从外交上、从军事上讲，中国都应该停啊！你就算是因为他们很多人说这是美国的阴谋，他没把这个历史搞清楚，不是什么美国的阴谋啊！美国人是不想停，但是如果中国你同意这个停战协定以后，实际上真正这个感到为难的不好处理的是美国，你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就又给扔回这个美国去了嘛，所以在外交上弄得中国非常被动，而且本来人家13国提案，这个印度那个国家都是为中国着想，中国发表声明说他们都是美国的什么帮着美国欺骗中国人，什么都是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所以弄得这些人也非常心寒。我们是想帮助你的呀，这帝国主义帮凶了，所以当时中国在外交上也完全孤立了，在世界上，军事上、政治上，这个各个方面都是一次绝大的失策。就算是这个美国人能找到借口再发动战争，你自己也得到一喘息的机会啊！因为只要一停战，说谈判，飞机不轰炸了吧？那么至少你伤员可以撤下去嘛，你粮食可以上来了嘛，这个候补的这个人员可以上来，对中国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所以你再战，对你也是有利的嘛。所以这个事情上，我想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失误。再一个涉及到这个后勤运输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冲突比较大的，就是关于铁路管理的问题。因为朝鲜战争当中呢，其实这个朝鲜就那么一条铁路线啊，从那个鸭绿江过来以后，一直南下，它主要的那个运输就是靠这条铁路。彭德怀呢是主张这个铁路军管的，因为在战争期间，我以战争的目的这个为主。但是到了这个51年1月以后，不是就开始停战谈判了吗？停战谈判以后，这个金日成就没心思再打仗，反正部队也不归他指挥，他就要求呢收回铁路指挥权。因为当时这个朝鲜人呢是想利用这条铁路呢，
进口这个资源啊，整个这个国家都被炸得不行了，他要恢复建设，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以经常抢铁路，发生这个拥堵啊，这个发生了很多事情，最后双方争来争去，金日成就是不干，最后弄得周恩来也没办法，就是算了吧，跟彭德怀讲说不行就算了，就是让他指挥，你也保证我这个军用物资就行了，其他咱们就不管了。后来不知道怎么这个消息到了这个莫斯科，斯大林就专门来了个电报，说铁路问题还是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办，实行军管，那就由这个志愿军司令部管了。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这个停战谈判。这个停战谈判呢是这样，刚才我说的就是1月份那次没停下来，然后就打了第4次战役。所谓其实第4次战役咱们是那么说，那其实就是美军进攻，志愿军败退。那么到了这个4、5月份的时候，这个志愿军呢就后勤部队慢慢不是这个后续部队慢慢上来了，部队经过轮换，然后还想打一次反击，就是组织了第5次战役。但第5次战役的结果，双方就产生了拉锯战，沿着这个38线，你们一会儿打过来，一会儿他打过去，反正谁也打不赢谁。这样子到了6月初的时候，毛泽东就觉得这个仗已经没有打胜的希望了，就请求和谈。但是他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人家几个月前人家死白求你，你就不谈，现在你想求人家，他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他给斯大林写了个信说嘛，他当然说是战争呢，看来这个速胜是不可能的，要长期打算什么什么这样，所以现在最好是能够喘口气，让我停下来和谈吧。我现在，但是我呢又不好提这个事儿，说能不能苏联提？这后来斯大林呢也考虑，也只能这样了。这个因为斯大林的整个目的，我开始讲过，他不是非要取胜不可，你只要在朝鲜半岛进入紧张这种状态，而且又有人给他撑着，所以这个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那果然呢，这不52年9月份。这个旅顺港合同到期，就协定到期的时候，周恩来又去签了个续约嘛，所以苏联的目的基本也达到了。那么就停战谈判就谈嘛，所以这个6月30号，马利克在纽约发表声明，呼吁停战，然后中国一接受，就是开始停。但这个时候呢，金日成是不想停。金日成呢走出这个错误的估计形势，他就认为是再坚持一把还能取得胜利，后来就专程到北京来了一趟，毛跟他一谈，这形势算了，停了，打不赢了，这6月份就开始停战谈判。等到了52年的时候呢，这个志愿军缓过气儿来了。部队也轮换了，苏联的装备也全到位了，然后志愿军空军也成立了，海军也开始组建了。这个中国觉得这个现在实力非常雄厚，可以跟美国继续干。这会儿金日成都不想干了，金日成给那个苏联写了个报告说现在这个停战谈判这个也没结果。因为后来停战谈判就是陷在一个什么泥潭里头，就战俘问题其他的什么第三国边界线等等，这些问题都解决，一共原来有5个议题，那么剩下战俘，本来呢毛认为这个战俘是最容易解决的，是吧？那个战俘嘛，这个像解放战争的时候，那全是当场释放战俘能起到一个瓦解敌军的作用，瓦解这个敌人军心嘛。所以你看那个电报，志愿军第一次释放美国战俘时候，毛有个回电，
说你们做的非常对，以后不用报告了，就地释放。等停战谈判的时候傻眼了，双方得算人呢。你说你抓了我几个，我抓了你几个，说原来我们全给你放了，那没用。而且他不像国民党那会儿，国民党这会儿放了是扰乱人家军心，这人家回美国完全两码事儿。哎，那么双方这个最后就在战俘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到底是你多少人我多少人呢？是全部释放还是什么？这个有限额的在那争论，这金日成受不了。他这个信里显示了，现在中国人一天到晚跟美国人争这个战俘，说这有什么可争的？那战俘本来他也不是共产党的部队，都是俘虏的国民党的军队嘛，被俘的大量的都是原国民党投诚的或者起义的部队，他本来人家不是你的军队啊，这走就走吧，你就别非得争他了。而且他说，现在美国人每天轰炸炸死的朝鲜人比你那战俘要多得多呀，想听。后来毛不答应说你这个金日成，你这看问题要从政治上看说在朝鲜把这个战争拖下去，对整个社会主义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这话说到斯大林的心坎里了，所以斯大林再次出面说，还是毛泽东同志做得对，这个绝对不能让，就这么拖下去。那么，所以朝鲜战争在整个过程当中中国跟这个苏联呢，在战略上和军事上就配合的非常紧密。这个战争呢，就是确实体现了中苏同盟的这个本质性的那种高层面的那种合作这个是从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真正的出现了一次双方的这种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这种合作关系所以直到斯大林去世，斯大林去世以后，当然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苏联态度变了中苏关系呢也就跟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个呢，我们就下节课再讲，好吧？今天就到这儿。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中苏关系呢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打开这个新的台阶的大门呢是赫鲁晓夫，所以这节呢我们主要讲这个就是从朝鲜战争结束到这个苏共20大之前这个中苏关系的这种变化。朝鲜战争结束对于中国来讲呢，它就要马上进入这个经济建设的这样一个轨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需要来自苏联的帮助。但是在中国人当中当时就是特别在群众当中，在社会上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从这个国民党时候其实就开始，因为苏联红军在东北有些做法呢，那确实是不大像一个人们心目中想象的无产阶级的军队的样子。我去东北看过很多材料，包括去这个大连档案馆因为这个整个大连地区是苏战区嘛苏联军队军纪比较差，抢东西什么强奸妇女总而言之这类的事情是经常发生。所以在这个老百姓当中呢口碑不好我在那儿就听到一种说法，因为东北呢原来是日本人统治，日本人走了以后又是苏联人来了，所以东北老百姓呢说这个小鼻子不好，小鼻子就是指日本人，说这大鼻子也不好，就是指苏联人。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苏联的军纪是个老问题了，因为苏联军队到了欧洲以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
1944年、45年的时候，这个苏联和南斯拉夫就为这个事儿曾经发生过争吵。包括这个南斯拉夫领导人像基拉斯啊，他们都讲说，这个苏联军队的文明程度还不如英国军队。这个斯大林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啊，说你怎么能把资产阶级军队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这个相比啊？所以当时引起了这个苏南两党的一些争执。那么在斯大林看来呢，他认为这个在战争当中呢出现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可以理解的。你说明天他不知道是死是活了，这人是吧？所以他对士兵的放纵啊，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他就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这样说，这样这个对外宣传呢不好啊。但实际上，从这个苏联的管理的角度上讲，就我看的材料，其实苏联对这个军队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啊。你要犯了事儿，只要能报上去，都要做严肃的处理。有的就当场枪毙。我看了一个材料，一个苏联军官强奸了一个东北的一个妇女，后来这事儿就报上去，结果弄得影响很不好，就把这个人枪毙了。但是无论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传出去嘛，就在老百姓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原因，像领土的纠纷呐，包括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所以在群众当中呢，特别是在你看1951年到52年，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呢，中共做了大量的宣传，通过这个中苏友好协会啊，因为中苏友好协会呢也是早在49年、48年，其实在东北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到了50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各个省都有，各个单位都有。那个时候的中苏友好协会，这个规模之大，不亚于工会，因为它超出了工会的范围。工会嘛，只是在工厂，它在农村呢，在机关呢、学校，甚至军队里边，都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鼓动的工作。所以在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这个中共想通过这种宣传呢，把人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了，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从原来对美国的态度，对美国态度是比较崇尚美国、羡慕美国，给它改成仇恨美国、蔑视美国。对苏联呢的这个那种不满情绪呢，也要把它改造过来。但实际上到1952年，我看的这些材料呢，效果不大，特别是在民众当中。那么到朝鲜战争结束1953年的时候呢，中国要面临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5计划就要开始了，怎么办？所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52年底向党内做了个发了个指示，叫开展全面学习苏联的命令。所以从1953年，这个从党内党外就开始了这种全面学习苏联的包括军队啊，因为那会儿中国的军队也都是苏联帮着训练，全是苏联的这个军事顾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苏联这会儿呢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斯大林去世，这个苏联新的领导人开始出来掌权。就是斯大林继承权的这个斗争呢，大概在苏联呢经历了2年的时间。这个大家都知道，开始呢是贝利亚，因为斯大林去世的时候，有几个人是当时是在这个最高位的第一个就是马林科夫，因为马林科夫一直是这个斯大林的秘书，而且他一直在党中央工作，掌管全局，从二战的时候就开始，而且他呢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虽然斯大林到晚年对他也不大放心。再下来是贝利亚，再下来是布尔加宁。
布尔加宁呢是能量不大，资格比较老，比较稳重这么一个人，再下来是这个弗罗西洛、赫鲁晓夫这么几个人。那么这么几个人当中呢，这个在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对谁都怀疑他不相信任何人。很多在他身边一直在他身边的一些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他给这个打下去。比较典型的是莫洛托夫。你想莫洛托夫是这个15大就中央委员了，他跟这个斯大林差不多是平起平坐的人物，而且一直追随着斯大林到这个战后几次事情整这个莫洛托夫。45年12月，斯大林一人在这个别墅疗养，就是写信就骂这个莫洛托夫，说莫洛托夫这个不会讲话了，什么对随便开放对好像因为那会儿还是美苏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所以莫洛托夫想开创一个就是比如我随便接见外国记者呀，能够跟外国记者随便谈话，不让谁报到斯大林那儿，斯大林写信把他臭骂一顿。人家那个科学院给那个莫洛托夫这个一个就是名誉院士的那么一个称号吧。这个莫洛托夫呢，他一般人他们很多这个苏联领导人都有，你像那会儿原来布哈里也是，他虽然是中央领导人，但是他本身呢，因为布哈里学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就是科学院的院士。那么莫洛托夫那会儿除了斯大林，他的威望是最高的，所以科学院呢不是巴结他们是怎么着，给送他一个这个，挺高兴的接受了让斯大林又给臭骂一顿，说莫洛托夫没出息，这点荣誉他都不放过，吓得莫洛托夫赶快就给退了，我不当这个名誉院士了而且莫洛托夫的老婆也被斯大林给抓起来了，说他是犹太人。莫洛托夫其实跟他老婆关系特别好，他死活不离婚因为他老婆已经被关监狱了，你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呢，当时除了斯大林就是莫洛托夫了，他不离婚。最后斯大林找他谈话，说要不然你就离婚，要不然你就别干了。最后没办法，后来他就办了个假离婚，也不是假离婚，当时是真离婚，但是他心里真的不想。斯大林一死，他马上通过那个贝利亚把他老婆从监狱弄出来复婚。但是到晚年别说他，贝利亚也同样，贝利亚到这个1947年48年，特别是48年把那个列宁格勒派打下去以后，那么他们就上来了。他们上来以后，斯大林心里也很不安宁因为本来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应该是各派都搞平衡结果这一派下去剩这个马林科夫跟贝利亚，他就觉得非常的不放心，所以就把赫鲁晓夫从这个乌克兰就调到中央来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来他是1950年了已经。说这个时候苏联中央的这个机构发生一些变化，这会儿他就开始对这个马林科夫不大放心了。52年10月不是开开19大，19大他要重新这个换这领导班子，大家都在这开会，他就说那个马林科夫是站起来，马林科夫站起来，你说下一届中央委员都是谁？你拉个名单。真不得了！当时大家谁都不知道斯大林脑子里究竟想的什么，马林科夫吓得直哆嗦直流汗。你想我能有个名单吗？我要有个名单，那不是造反吗？他哆哆嗦嗦的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大家谁也不说话，然后斯大林就从兜里掏张纸条，他说他已经拟好了一个名单然后一念，就把原来的这个他们叫主席团，其实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政治局，原来11个人，他扩大25个人，增加了很多新人，他想改变这种领导格局。贝利亚呢也是，贝利亚原来是他统管这个安全部和内务部，所以整个所有的对内对外的秘密警察全在贝利亚的掌握之中。
是斯大林对这个人呢也不放心，后来就把他的内务部的那个部长的职务给拿掉了，啊，启用了一个这个叫伊格纳基耶夫，啊，而且最后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五二年还搞了个医生案件。那么现在这个医生案件呢，也说不清楚，啊，虽然现在很多材料都已经公布了，但是到底是贝利亚策划的想整斯大林，还是斯大林策划的想整贝利亚，现在两种说法都有。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死了以后，很多档案被烧了，就是这个内务部的档案被烧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研究嘛是很值得研究，就怕最后还是弄不清，因为还是个谜案。但这件事呢，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苏联党内的高层的这种斗争呢，已经是白热化。白热化到什么程度呢？3月1号那天，斯大林突然中风，啊，这个情形就大变。斯大林呢，他有个习惯，他呀是白天啊不干事儿，每天晚上就召集这帮人到他的别墅去喝酒。从52年10月份到他去世，这个主席团没有开过一次正式的会议，都是在他们家，在他那个别墅。今天打电话说赫鲁晓夫、贝利亚，你们来一趟，谁也不知道去谈什么。你看那个赫鲁晓夫回忆录写的是最典型的反映这批领导人的心态。他每天早上就看着这电话，铃一响，他就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如果斯大林不叫他去呢，他说明很可能他已经被排除了核心领导人这个圈子了。如果斯大林叫他说你来一趟吧，他得跟家人说今天晚上不一定回得来了。经常发生这种事儿，所以那会儿别说高层领导，整个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个干部层里头都是每天战战兢兢，不知道今天上班晚上能不能回家，啊，就社会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斯大林呢，那天他一般的晚上呢喝酒啊喝的比较晚，第二天呢他一般是10点钟起床，但是3月1号那天呢10点钟他没有拉铃，他有个袋子，他一拉外边就给他这个送这个洗脸水、送早餐什么的。结果那天就10点钟没有，11点没有，到12点，他那个警卫跟那个保姆就有点这个担心出事了，最后没办法就破门而入，一看斯大林躺在这个地上，然后赶快给他们几个打电话，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时赶到克里姆林宫，一看说这个斯大林同志中风了，这个休克了，在那儿躺着，大家围着转了一圈，谁也不说话，走了。一直到下午3点，医生才来。现在斯大林之死呢，也是个谜。虽然他的档案已经都公布了，我看了所有治疗斯大林从他中风开始一直到他去世的所有的医疗记录，现在都有，都简列。从那儿看不出什么来。只能看出他的病情在一天天的加重，啊，那个治疗方法，你说苏联怎么给他治疗？那医生说他这个得放血，怎么放血啊？这个俄国人放血拿那蚂蟥啊，搁他身上吸血，今天放了3支，明天不行再放5支，浑身就是蚂蟥，反正甭管怎么折腾，没醒过来。到了3月5号。斯大林还在那隔壁躺着呢，这帮人有点绷不住劲了，说不能再这么下去，这个国不能一日无主啊，说现在咱们得重新确定领导班子，所以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重新安排了这个国家领导班子。这个安排呢，完全就是恢复到斯大林开19大之前的那个状态，把这个内务部又交给了贝利亚，然后莫洛托夫呢继续当他的外交部长啊，因为莫洛托夫外交部长这会儿被斯大林给骂掉了，把维辛斯基给气上了。
主席团也减到11人，其中包括斯大林最后一名啊，念了名单。哎，你斯大林还没死呢，等他们什么都做好了，到晚上夜里斯大林去世了，这帮人就放心了。那么斯大林死了以后啊，他们之间就开始了一种勾心斗角的争夺权力的这。那么在赫鲁晓夫看来呢，还不仅赫鲁晓夫，在所有人看来，贝利亚是最危险的，因为贝利亚这个人呢，掌握着秘密警察，权力是最大的。马林科夫呢是威望最高的，因为马林科夫一直跟着斯大林啊，在党内什么指示啊，什么召集会议，一般都是他。赫鲁晓夫那会儿排在最后，在这个5个这个常委当中啊，他排的就是第5名吧。所以赫鲁晓夫呢，先联合所有的人，先把贝利亚给弄倒了，找马林科夫说：“这个贝利亚要整你，咱们只有联合起来把他弄掉。现在大家都同意，就看你的意见了。”马林科夫同意了，回去找布尔加宁说：“这个谁要整你，贝利亚？现在大家都同意，联手把他弄掉，就看你的意见了。”哇，转了一圈，最后大家都同意了。那天一开会，突然宣布说贝利亚是英国间谍，马上就给抓起来了。贝利亚弄倒以后呢，再威胁的谁呢？就是马林科夫啊，因为马林科夫当时的地位最高啊。其他虽然有2个人在他这，像弗洛西洛夫、布尔加宁，那个都是老矣，也没什么能量。其实呢，在苏联斯大林去世以后的这个政策呢，大家都比较一致的同意要改变斯大林那种比较保守的顽固的那种这个对内对外政策，要释放这个社会的压力，要不然这社会就要爆炸了。所以从对内政策来讲呢，你说首先就是打开监狱大门，把那些被平反不是被这个抓起来的很多人呢就平反了。对外第一件事就是结束朝鲜战争啊，这个上节课我们讲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领导人呢他这个发表讲话，特别你像马林科夫，他就是从这个新的方针的这个角度。其实那个谁也是，贝利亚也是。贝利亚呢，因为贝利亚负责那个对外事务的处理。东柏林呢，在这个6月份发生了骚动，因为人们对这个这种统治制度不满，生活水平下降啊什么，所以就上街游行。那么当时贝利亚的这个想做法呢，就是放弃，就是说让他们去闹去吧，就是苏联不要负这些责任啊，由这个东德自己去处理这个问题。本来这种说法是跟总的方针其实是一致的，但是赫鲁晓夫他们就抓住他这条，说你这个违背了这个苏联的这个传统的政策，也违背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啊，你放弃社会主义这不行，所以作为他的罪证之一。那马林科夫呢，也是因为马林科夫发表一个讲话，讲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有原子弹了，所以这个战争呢，不能再说这个战争不可避免了。谁也不想打原子战争，打原子战争就是两败俱伤嘛，而且是公开发表的讲话。本来呢，他是想传递给西方一个信号，是吧？就是说我们苏联那个对外政策要发生变化。哎，这个也被赫鲁晓夫抓住，说你又违反列宁主义啊！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啊，这帝国还存在，怎么就没战争了？给批一顿。哎，包括农业问题呢，对内政策本来也是这个整个领导班子商量，这个过去嘛都是因为搞重工业、搞军火工业，所以人民生活水平特别低下。你像到了1953年，粮食产量还不如1913年呢，吃不上，住不上。那会儿这个莫斯科平均每人0.6米的那个住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马林科夫提出来要投资，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将来这个整个这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投资比例要发生变化。这个又被赫鲁晓夫抓住了啊！
说你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啊！马克思主义说，第一是重工业，第一部类的生产投资应该最大，其次还第二部类的。有那么弄了那么几件事儿，弄得马林科夫灰头狗脸的，结果就辞职了，辞去了这个部长会议主席。那么在苏联啊，跟中国不大一样，苏联啊不是那个就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他都是行政领导是第一把手。在军队是军事首长是第一把手，那搞政治的是第二把手。在各个部委，这个整个在莫斯科，在苏联人的这个头脑当中啊，就你要真的有地位，你一定要担任行政领导。如果你只是一个党的党委书记，说明你没什么本事，才没有什么正式职务。赫鲁晓夫那会儿呢，就没有任何所有人，你看那个他们新的领导班子，所有人都有职务，就是赫鲁晓夫他就管这个苏共中央的工作，主管苏共中央书记处，所以那会儿呢，人都没大注意他，没想赫鲁晓夫能够掀起什么大浪来，他就一个一个的把别人都给扳倒了。这个马林科夫下台以后呢，是布尔加宁接替了部长会议主席，但布尔加宁这个人呢，就是个随大溜的人，他自己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主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了一点，就是拉这个中国来支持他。他因为他是做党的工作嘛，所以他通过这些渠道呢，跟中共呢发生了比较特殊的这种关系，特别联系。从行政系统、从外交这个角度来讲呢，苏联当时并没有很看重中国，包括你这个中国，比如苏联大使馆在中国是最好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到现在还是。现在大概除了美国大使馆能跟苏联大使馆比，你到苏联大使馆去看看，他自己有自己的学校，里边一大片地，而且位置也特别好，就在城里。那会儿中国在苏联外交部里头排不上队，他只是在远东司的第一远东司里头跟朝鲜呀、日本啊什么什么就并列了。那赫鲁晓夫呢就把中共的地位，他通过这个跟中共的联系，把中国的地位就给抬高了。这里边一个呢就是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计划，因为这个1954年周恩来去了几次这个莫斯科，他开这个日马会议，来来往往走，就跟赫鲁晓夫讲说，这个你们这个15计划得赶快落实。15计划是52年开始，应该是53年、54、55、56到57年应该结束了。但是到了1954年的年中，这15计划还没个就是计划本身还没做出来呢，指标什么什么都没确定。说你这样子，我们怎么完成这个15计划？但这里边呢，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材料有2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太复杂，因为中国的最初的所有的这个工业布局啊，各个点都是苏联专家帮着搞的。那么他们从这个白手起家嘛，等于是，所以说他得从调查这个一个工厂，就是调查厂址啊，它的资源情况各个方面。那会儿中国又没有这些资料，你得从头开始，所以它很慢。另外呢，对苏联的这个需求呢也非常大。最早是这个91个项目，就是后来增加了说这个增加了15个，后来又增加一直到156个重大项目。这么多项目一下交给苏联，他们也确实感到很难。另外再一个呢，从斯大林来讲呢，当然也没有在这方面下太大功夫，反正就按部就班那么往下走。所以周恩来有点受不了，中共中央也很着急，后来就限令国家纪委这个要这个54年要拿出计划。但是国家纪委是不管用的，你得
苏联人做，因为整个这个一五计划全是在苏联做的，它不是在中国做的，所以周恩来去找这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你本来你是个党的总书记嘛，他不管经济的，那么他就通过谁呢？通过米高扬。米高扬那会儿是主管这个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关系，然后通过米高扬，然后米高扬一直比较追随这个赫鲁晓夫，就推动了各个部门开始加快对中国“15”计划的这个制定。到了10月份、9月份的时候，因为到11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了，啊，赫鲁晓夫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个中苏关系呢调整一下。因为5周年嘛，像在中国逢5逢10都是大庆哈，所以各国共产党都发了帖子，这个庆祝5周年嘛。那么苏联共产党做了个决议，说这个怎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呢？说到那儿办一展览，办一个什么农业机械什么展览，说展完了这个展品就送给他们了，然后呢办一个宣传周，宣传中国的，报纸上写点文章啊，什么多放几部中国电影啦，就完了。然后派一个代表团谁去呢？米高扬带队参加这个庆典。后来赫鲁晓夫看说这计划不行。说现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想站住脚，必须苏联和中国2个国家紧密的这个团结和配合起来才行了。说现在如此重大的这个节日，说我们就采取这种态度，这个不好。所以他重拟了一个计划，原来那个还展览造办什么宣传周，他说这都是表面的，这个得有实质性的。第一，说这代表团呢，我和贝尔加宁带队去，那就是最高档次的了，是吧？又是党的总书记，又是部长会议主席，党政第一把手。第二，说在经济上呢，得给中国得实惠，增加15个项目。因为当时也都在讨论，一直定不下来。中国老要求，中国的要求比较多，斯大林的不大买账啊。赫鲁晓夫到这一拍板，好，增加15个，再增加一笔这个贷款啊。原来呢，因为原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呢，也不是说这个斯大林不给，因为那会儿斯大林给的就是3亿美元，在当时来讲呢，确实不多。那比这个苏联给波兰的贷款都少，这个主要也是当时毛呢脑子里头他不愿意管人借钱。我看一个材料，他讲他借那么多钱干嘛？借完了还得还呢，还有利息呢。他当然他因为他不懂经济，他不知道你多借钱你发展起来是吧？现在谁哪有不借钱的？借钱说发展经济最好，他不借。结果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了。那点钱全买了武器了，这对整个经济建设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这会儿呢，赫鲁晓夫同意增加这个贷款，然后就帮助中国修几条铁路，新疆的、内蒙的铁路。这个还不行，他说如果要改变中苏关系，必须呢让中国人心里头要感激苏联。那得怎么做呢？好，他提了第一，他说不是中国人对那个四个合作社不满，就是上次我讲那个中苏同盟条约的时候是吧？4个股份公司的股份全部还给中国，然后旅顺港还给中国，不租了。因为这些呢都是这个当时中国人心里头是块病。我不是上次讲吗？那个中苏同盟条约规定，
1952年底或者对日合约签订，苏联就归还理顺嘛。但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了嘛，到52年9月的时候呢，毛就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说看来这个旅顺港我们现在还不能要，因为中国那会儿没海军呢，他一走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国门洞开啊，所以您的太平洋舰队还得跟那儿给我帮我守着。这斯大林说那好啊，那是重新签个协议吧。9月份周恩来就去了，跟莫洛托夫俩人就签了协议。这个协议啊有一个大问题，他只说继续这个由这个苏联租用旅顺港，但是没提到什么时候为止。最好的理解吧，那就是按照原来的说法是吧？按照1945年那个条约，那他还得租30年，那里头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战争结束以后呢，国内舆论对这个问题呢有看法。我也看了很多材料，底下就民主党派都议论，说这个旅顺港这不就等于给了苏联了吗？对共产党这个做法很不满，所以共产党压力也很大。这话又不好跟人家说啊，我们没海军的时候，你求着人家。等你有了海军，您那海军还是苏联帮着建的，这所有的军舰都是苏联给的，技术人员、驾驶员什么都是苏联帮着训练的，航校是苏联帮着建的。你就提出来说得了，我把人赶走，这中国又不好提这事儿。让赫鲁晓夫琢磨中国人这心理，他主动提了说还你了，这样子他就给毛准备了一个大礼包，但是没想到在苏联党内通不过。我看那个苏联外交部有一个文件，赫鲁晓夫把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他得通过外交部去执行嘛。很多人在上面批示啊，像库兹涅佐夫啊，什么那个当时是副部长，还一个是谁？还一个海军司令忘了叫什么啊，都批说这个不行，说这个方案通不过啊，说我们把旅顺港交给他们，我们海军基地到哪儿去啊？而且他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建的这个说这不行。那么赫鲁晓夫就开始做工作啊，他从上到下每个人去做，结果都到了9月27号了，这马上就国庆节，他得率团要走了，还没个着落这事儿。哎呀，这非常着急。那天晚上我看他跟米高扬俩人琢磨半天，他就搞了一个最后决议，让每一个这个政治局委员签字，说你今天晚上送到每个人家里头去。结果米高扬跑了一圈，赫鲁晓夫就在克里姆林宫等着，一直到下半夜，这个谁，米高扬才回来。哎呀，说这个其他人都同意了，就一个人不同意，谁呀？弗洛西洛夫。弗洛西洛夫1点多钟他看了一遍，说不行，说我还是不能同意，说这样这个苏联损失太大，咱们也没这么大能力，你一下给中国这么多援助。赫鲁晓夫就急了，说你马上通知，明天9点召开主席团会议，大家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然后第二天吵来吵去，最后这个弗洛西洛夫也就认了所以28号赫鲁晓夫就带着这大礼包就到了北京了。当然跟毛一谈，那个时候啊，就是在1955，虽然斯大林去世了，但是在1956年之前，中国跟苏联的关系，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他还是个学生。他什么？你看那个时候的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等这个领导人的谈话，你可以从那个语气当中你可以看出来。包括你看毛从52年、53年、54年给赫鲁晓夫写的信，都是求教、请教说我们的计划你看看行不行不行你就提出修改，我们完全照你们的意见办。后来毛说了一句话，到56年的时候，他说那会儿没办法，我们不懂怎么办，只能听他们的。那么到了这个北京以后，毛当然跟这个他们当然很高兴，赫鲁晓夫也是特别得意，我给你带来这么多东西
后来那个报纸上发表了以后，真是中国是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啊，都觉得还是苏联是真的朋友。你看这个也还给咱们，那个也还了，还给借钱，还帮助搞项目。从这个54年底开始，就开始苏联专家大批的来中国。其实苏联专家呢，上次我讲到这个第一批比较早的是48年是吧？帮助林彪修铁路，修这个中长路啊，那会儿科瓦廖夫带队来的。后来刘少奇49年6月份到了莫斯科呢，随车又带回来200多人。这些呢这200多人基本上都是搞这个经济的，因为那个时期的主要的任务工作是恢复经济，因为战争都给打烂了，比如发电厂发不了电了，这个工厂开不了工了，这苏联帮助恢复。另外，更大量的顾问呢，其实都是军事顾问，因为那会儿一个是你这个没有空军，没有海军，那个时候对中国对毛来讲，威胁是非常大的。你就一个空军，虽然说蒋介石被打到这个海岛上去了，但是他有空军呐。那会儿国民党飞机进大陆如入无人之境随便想飞哪儿飞哪儿最远的它可以飞到四川，飞机，这底下人就干看着，下边是共产党，没一点办法，一会儿给你撒点传单什么投个小特务你干看着。特别是50年2月9号轰炸上海那一次，给这个中国给惹毛了，给整个把那个几个发电厂给炸了所以全市停电，然后一片混乱，金融什么市场这一片混乱所以当时陈毅待不住了，马上给刘少奇打电话说这还了得呀，说他什么时候想来炸就什么时候炸呀，我们这好像刚修好又扔个炸弹又完了，赶快跟那个主席说让斯大林帮忙吧。这么着，毛在莫斯科的时候跟斯大林讲说，空军建立呢一时肯定建不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太被动了，那会儿中共一共30多架飞机，还有一半是什么侦察机、教练机什么的，就那么10几架，就团团围着中南海，他只能保卫这一目标他别的保卫不了。那国庆大典不是要飞机吗？天上飞，那都没有那么多飞机怎么办？就只能是夸飞一圈，赶快找一圈再来一趟，就那么几架飞机后来靠着这个苏联派了13个航空师，沿着这个东南沿海一线摆开。这以后国民党飞机来不了因为他这个除了空军，他的空军师包括高炮部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苏联讲你赶快，你们得建飞机，我们给一次给200架，一次给几百架，但这人你得自己训练所以随着这个航校，包括很多特种部队、高炮部队、雷达部队、什么装甲部队，全是苏联顾问，一色的苏联顾问。所以那个时候来的搞经济的不过几百人，但是军事专家5000多人。其实朝鲜战争倒没有什么，因为朝鲜战争苏联倒没怎么参与，到苏联的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也就3、5个人，主要就是收点情报，他不参与对这个战役的指挥，不参与，他只是到那听情况，然后给苏联汇报，给莫斯科汇报。这样子到了54年以后呢，这个苏联专家的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你这军队呢也都差不多训练的，你都弄起来了嘛，他大部分陆续的就回国了。而这个时候呢，15计划开始大规模的发展这样子呢，中国的整个经济就是工业布局就开始走上正轨了。那么从这点来讲就是到后来整个15计划，包括25计划吧，因为25计划虽说是中国设计的，
制定的，但是基本上也是苏联都听了苏联专家的意见。所以整个中国工业的这个结构啊，都是苏联帮助打的。除了农业差一点，其他的所有的重工业、轻工业，包括军事工业，都是苏联的贡献。啊，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到底是苏联援助是怎么一个状况啊？应该说啊是这样子，苏联给的设备啊都是算钱的，啊那个没有白给的，那都后来算贷款，贷款以后让你用产品归还。但是呢，苏联的设计啊都是白给的，几乎是白给的，因为它只收一个复印费。你想那图纸是吧？收一个复印费，那不等于白给你吗？啊，要是你现在签那个中外合资合同，那可不得了，他那设计费得有多少？不占一半，至少有1/3啊。当然了。这个它有些设计呢是现成的，它就 copy 一份，它真的就是 copy 一份，就是它那图纸，它给你拷一份，它在苏联怎么样一个工厂怎么建，什么结构，它都有现成的，它就给你搬到这个中国来而已。但是也有很多是新的，啊，是从新的设计或者是修改的，因为比如两国情况不大一样。它在原来设计基础上修改，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是苏联白给。那图纸的，数量之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是苏联帮的援建的，光那图纸2列火车，全是图纸，因为他把你整个工厂从门房开始。啊，围墙啊，所有的设施全部都要由苏联照搬啊，所以大量的包括那个洛阳拖拉机厂，反正我跑了几个工厂，了解的情况，那确实是全盘照搬苏联。不仅这些，就是这156个项目的全部由苏联专家弄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部门全都有苏联顾问，只有外交部没有，所有连公安部，什么各大军种、各兵种，都是首长旁边做一个苏联顾问、苏联专家。当然后来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了一些争执，这个到中苏分裂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事儿，还是应该比较客观的看。从我看到的材料当中啊，这个苏联派专家、派顾问的时候，都有一个交代，就是你只是去帮忙的，你不能说你说了算，说人家是主人啊。这个呢，我看在这个派专家的这个过程当中，苏联这个你从档案里看，他都有这个指示。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苏联领导人的主观意识当中，他并没有那种说通过专家来控制中国，因为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是苏联通过大量的专家，因为这个专家已经遍布到所有的部门，包括什么体委、什么文艺部，这全是苏联。我去那个哪儿去调查过一次。中国那会儿培养这个芭蕾舞的，中国人不会跳嘛，说得跟苏联学，苏联说行，学芭蕾舞，说还来一个男演员，得来一个女演员，男1号女1号，还得来一个钢琴伴奏。他说要不你们中国你弹的钢琴跟我这配不上啊，所以整个包括电影胶片，哎呦，我调查的这个几个方面，几乎都是苏联，包括大学里头也是几个主要的大学，像北大、人大、清华，都是苏联顾问，包括课程设置什么。那52年以后，后来中国调整这个院系调整，就是按苏联的模式调整的，整个就是学苏联。那么从经济部门来看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第一个你也不懂嘛，第二个苏联专家，他毕竟还都是受过共产党多年的教育啊，又是什么无产阶级什么，所以我看着大量的材料，对苏联专家都是赞不绝口，也有一些有问题的主要什么呢？主要是在这个一些行政部门啊，比如公安部它出了什么问题？这苏联专家呢，他对中国这种这个侦破的手段，他不以为然。发现一个特务啊，说准备去跟踪他弄他，他就出主意，他说你派一女的耍个美人计，就把他给弄住了。这中国这商量说这哪行啊？这无产阶级不能使美人计呀、而我们使什么呢？这发动群众啊，街道老太太监督啊，什么，总而言之，双方的这个整个办案思想不太一致，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苏联专家呀，他毕竟他专家是他那个行业的专家，他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看了一个材料很有意思，一个苏联专家呀，他突然发现公安部说某副部长有问题，紧急要求见周恩来。周恩来说，那会儿苏联专家都是特别等于特别尊贵的人嘛，一般一个专家他要是打报告想见周恩来就可以见，所以周恩来就见他，说你什么急事啊？你找我？说我发现一个重大问题，说你们公安部里有国民党特务，还是个非常高级的领导人。说什么人啊？谁忘了。说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看他档案，他原来参加过国民党。哎呀，周恩来哈哈大笑，哎，说我也参加过国民党。那不是这个20几年国共合作的时候，他说那会儿中国领导人他都是国民党，所以他说明他不大了解情况，哎，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大了解，这样也发生一些那个误会。那么从这个苏联对专家的管理来看，我看到很多材料，我觉得还是比较严格的啊。比如有一个就是安徽大学的吧，是忘了哪个大学的那个一个专家，他要去游黄山，后来那个院长一个副院长就陪着他去游黄山，哎，突然下雨了。这苏联专家游黄山的时候呢，不是碰上下雨了，碰上下雨，这校长啊其实好心。他说我们这儿啊有那个抬那个滑竿的，你知道吧？就是像轿子那样。他说要不然您就坐轿子给你抬上去，省得万一出点问题什么的。结果他们夫妇俩，这个专家夫妇俩就抬上去。那校长呢又不好意思，他就说那咱们一块儿吧，你不能我们坐着轿子你在底下走。结果那校长也坐了，结果这个事儿被人汇报了，啊，汇报上去。结果这个他本来是说的是这个校长，说你这个完全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剥削劳动人民嘛，啊。结果报到苏联大使馆一看，说这严重问题，这个专家啊，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怎么样，马上这个撤，回莫斯科接受处分去。哦，后来弄得一直到周恩来那儿，周恩来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去解释。哎呀，说算了，这个事儿，这个其实抬花杆的同志呢是需要有人做的，你们都没人做，他生活是没来源了吗？类似的事情非常多，你看那个材料档案里头，就这种资料非常多。所以总的来看，这个苏联对华这个经济援助啊，应该说是不但在这个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啊，对整个这个国家的管理行政系统的建立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双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一些情况是属于不大了解，双方不大了解。比如这个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他没有怎么主管过整个这个国家的工作，他一直是在这个乌克兰做党内的工作。
50年才到莫斯科。所以呢，他到了这个俩人就跟毛泽东俩人就闲聊呗，聊着聊着就说错话了。哎呀，我们苏联啊，现在发展很快，缺乏劳动力。那毛说：“那好啊，说中国有的是人呐，你要多少？100万、200万，马上给你。”我说：“那行，我们这远东缺人，你先来100万吧。你到这个档案馆去看，还真的中国就布置了，到处这叫现在这个叫劳务输出是吧？那会儿不叫这词儿，叫什么？反正支援苏联建设呀，什么什么。”结果赫鲁晓夫一回去，那外交部找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这哪行啊？这个，那原来远东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好不容易这么多年人不提这个了，你再100万人过去，他要不走，这不将来麻烦吗？说以后您就别提这事儿了。后来远东呢，我看这个词了，大概也就去了个10万人，以后就苏联就再也不提了，您别来了。现在这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你现在到东北去，苏联最怕的就是中国这劳工过去不回来，在那儿生儿育女，完了就扎根了。变着弄着，这土地又回中国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引起一下不太愉快了，就是原子弹的问题。因为赫鲁晓夫本来他很高兴跟毛谈，所以我给你这么多东西，是多了一句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您还想要什么？我还想要原子弹。这赫鲁晓夫一听说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那么贵，我们有了就行了嘛，社会主义阵营嘛，我们给大家提供这种保护。毛很不高兴，说你不给就算了，以后就不调谈这个事儿。这赫鲁晓夫就得罪不起，然后后来就又签了个协议，就给中国提供这个重水反应堆、原子能加速器什么，就是作为一个前期的那种准备。所以在这个整个这段时间，苏联对华援助方面，最后那个突破的就是这核技术和核秘密啊，因为整个军事啊，就是从中国的军队的现代化，完全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搞起来的。在朝鲜战争当中呢，这个斯大林最后是提供了60个师的全套装备，那么就把整个中国军队的换装完成了。因为原来中国军队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制式不统一，那武器，他一个部队，朝鲜战争就发生这样的事儿，一个师在那作战，这子弹上来了，装不上，他有的是用日本枪，有的用苏联枪，有的用美国枪，那会儿全是缴获的嘛，它不是这个统一生产出来统一的型号。另外就是还有其实特种部队的建设，那么完全是像雷达部队、高炮部队，这个其他炮兵装甲部队等等，海军空军，这就这样的。54年以后和朝鲜战争期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就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提供的装备啊，都是过时的，不能说是最落后的，但是是苏联已经不用了。斯大林会算账，他算了算，反正我这也没用了，全白给，武器减一半价钱给你，反正在他的库里也是装着，而且苏联是开始换装，就是他的武器这个升级换代，然后把它淘汰的给中国，包括最初给中国那个军舰有个发动机的都已经烂的不能用了，当然。话说回来，就这东西到中国也是好东西啊，不是你没有吗？这个54年，苏联跟中国签这个海军协定呢，就全都换成新的了，啊，有的是苏联刚刚开始装备部队的这个设计图纸也给了中国了，包括什么呢？各种新式的军舰，还有一些枪械吧。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呢，是这样。核武器呢，其实，毛很早就想要这个东西。斯大林呢是假装不知道，就不给。毛去的时候，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带他去看了场电影，看什么电影？就看那个苏联核爆炸那个场面。
对毛刺激很大。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说不行，他说这东西太厉害，说咱们也得弄。结果你弄吧，他斯大林不搭理你。我看了一个材料，当时周恩来呢耍了个心眼儿，他呀派那个钱学森和那个加到国务院的一个代表团里头，就到苏联去考察去，就看。但是苏联很早就得到这消息了，他专门有一个内部的，看一个文件讲，说这代表团里头有钱学森，说这人就是搞这个核物理的，我估计他要到哪个所去，所以现在发下通知，就都不要搭理他，要保密。所以当时呢，就52年那次去，他们回来一无所获。所以最初呢，本来在这个15计划里头，中国就有要制造核武器和导弹的这个计划想法，后来给拿掉了啊。一个是也没钱啊，因为搞这个东西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啊。第二呢，也不知道怎么搞啊，你从哪儿弄起也不知道。这次赫鲁晓夫来答应，后来就在这个周口店那儿建了个这个试验所。那么55年呢，中国又发现了铀矿，在湖南和这个广西这一带发现了铀矿。哎，这个会儿苏联也挺积极，你有铀矿，你也不会用，不是？你就先给我们，我就签了个协议，说给这个苏联提供铀矿，大部分都提供给苏联。那么苏联呢，也回过头要帮助中国开发这个和平原子能的利用。它就是这个通过核裂变产生的那个能量，如果一点一点的释放出来，就能发电，就能变成核动力，比如核潜艇，什么其他的核动力的。如果是突然的一下子爆发，就是原子弹。大概从原理上就这么个区别。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个57年以前，中国搞的这个和平利用原子能，包括那个东方研究所，苏联在莫斯科郊区专门成立一个东方原子能研究所，就是中国的后来的两弹的专家都是在那儿训练出来的。哎，什么王淦昌啊，什么人，反正都是从那儿出来的。这个呢，为中国的后来的核武器的发展呢，打下了一个技术的基础和人才的基础啊。那当然，这个苏联呢是不是很心甘情愿想给中国这些东西？那后来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这个57年，那个时候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这个我们下节课再讲。